年后，外国领导人真是扎堆访华啊！前脚英国首相斯塔默刚结束中国行，后脚地球另一端的乌拉圭总统奥尔西就带着庞大的代表团抵达北京了。2月1日，这位来自南美大陆的国家元首开启了为期7天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乌拉圭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官方出访。不过，不同于大家想象中的庄重肃穆，这位远道而来的总统落地就开启了沉浸式中国打卡模式，逛故宫、爬长城、逛灯会、踢足球，硬是把京沪两地玩出了旅游博主的即视感，每个名场面都圈粉无数。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是今年第6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也是2026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而为了这次行程，他特意率领了约150人的迄今规模最大官方出访代表团。从代表团的规模就能看出，乌拉圭对这次对华访问有多重视，说是倾尽全力也不为过。2月1日一大早，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一行乘坐专机顺利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刚落地的奥尔西精神状态拉满，面对镜头微笑挥手，丝毫看不出长途飞行的疲惫，看得出来他对这次中国之行充满了期待。果然，访华行程的第2天，奥尔西就迫不及待地开启了北京打卡模式，第一站直奔故宫。在故宫，奥尔西沿着中轴线缓缓前行，细细观赏红墙黄瓦、殿宇楼阁，感受着中国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势。不止如此，他还时不时停下脚步，认真倾听讲解员的介绍，眼神里满是好奇与赞叹。逛到尽兴时，遇到前来参观的中国游客，他也没有丝毫架子，主动停下脚步，配合大家自拍合影。游客们没想到能偶遇外国元首，纷纷激动地拿出手机记录，现场氛围轻松又热闹。离开故宫后，奥尔西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城。站在长城上，他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听工作人员介绍长城的历史文化，还忍不住感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坚韧。对此，不少网友调侃道：“全世界的领导人都逃不过长城的魅力，奥尔西总统也不例外。这波打卡很标准。”除了故宫和长城，奥尔西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乌拉圭总统府官方账号特意发文称赞展览馆生动呈现了中国的发展历程，让代表团成员们深受触动。参观期间，奥尔西还在展览馆留言簿上题词，并获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记录下了这次难忘的参观经历。而2月4日上午，奥尔西的行程变得格外有温度。他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刚走进校园，他就直奔一棵高大的云杉树前。这棵树可不简单，是2013年时任乌拉圭总统穆希卡访华时亲手种植的，象征着中乌两国的深厚友谊。奥尔西亲自为这棵树浇水培土，动作认真又轻柔，还深情地说道：“13年前，我现场见证了佩佩穆希卡总统种下这棵树，今天我来为它浇水施肥，既有实际意义，更有象征意义。我希望它能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就像我们对中乌关系的期许一样。”深深扎根，在风雨来临时屹立不倒。这番话不仅道出了对中乌友谊的珍视，更彰显了两国深化合作的决心，听完让人心里暖暖的。随后，奥尔西观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西班牙语教学成果展，还和师生们展开了亲切交流，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成为中乌文化交流的使者。值得一提的是，交流现场还出现了一个充满惊喜的小插曲。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李月林在乌拉圭代表团面前演唱了一首乌拉圭歌曲，歌声悠扬动听，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让李月林没想到的是，演唱结束后，奥尔西总统竟然直接现场连线了这首歌曲的原唱。两人隔着屏幕亲切交流，一句句问候，一声声祝福，传递着中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现场氛围温馨又感人。而离开北外后，奥尔西又切换到了运动模式，直奔北京东城虹桥文体足球青训基地，和中国小球员们来了一场趣味切磋。熟悉足球的朋友都知道，乌拉圭可是足球强国，堪称足球圣地，所以奥尔西总统的足球技艺自然也不容小觑。绿茵场上，他亲自为小球员们开球，一脚精准的传球，
引来现场阵阵欢呼。随后他还亲自上阵，展示了娴熟的射门技巧，动作标准，力道十足，丝毫不输专业球员。小球员们也毫不怯场，围着奥尔西总统传球、射门，一起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绿茵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奥尔西一边和孩子们互动，一边鼓励他们好好训练，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为中乌足球交流添砖加瓦。2月5日，奥尔西结束了北京的行程，转战上海，开启了他的上海打卡之旅。而他上海之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就选了充满中国年味的豫园。要知道，此时的豫园正举办热闹的马年灯会，红灯高挂，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新春的喜气氛围。就连英国首相斯塔默之前访华时，也特意去豫园打卡过。看来豫园已经成为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走进豫园，奥尔西瞬间被浓厚的新春氛围吸引，红灯笼、特色花灯、古色古香的建筑，每一样都让他驻足观赏。他沿着九曲桥慢慢前行，一边欣赏花灯，一边听工作人员介绍豫园的历史文化和马年灯会的特色，时不时点头称赞，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妥妥的旅游博主即视感。期间，他还参观了上海表的展示区，近距离观赏上海表的制作工艺，感受中国传统手工业的魅力，对上海表的精致设计赞不绝口。更有意思的是，奥尔西逛豫园时被不少前来游玩的网友偶遇，大家随手拍下他逛灯会的身影，发到网上后迅速走红，网友们纷纷调侃道：“豫园这是要火出圈啊！”接连迎来外国领导人打卡，奥尔西总统逛灯会的样子像极了好奇宝宝。当然了，奥尔西这次访华可不只是来打卡旅游的，核心目的还是谈合作、促发展。毕竟带着150人的庞大代表团，可不是来凑数的。据了解，这次访华期间，中乌两国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签署了数十项协议和备忘录，涵盖多个领域，实打实实现了互利共赢。首先，在政治领域，中乌两国进一步深化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高度共识。奥尔西总统明确表示，乌拉圭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建交38年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几乎每一位总统都会访华，每次来访都能推动中乌关系向前迈进，不断深化。他还强调，当今时代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多边主义才是迫切的现实需求。而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乌拉圭完全赞同中国的立场，双方是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伙伴，未来将继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经济领域，中乌两国的合作更是多点开花。作为南美洲的农业大国，乌拉圭的牛肉、羊肉、大豆等农产品享誉世界，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有着天然的优势。这次访华期间，双方进一步扩大了农业领域的合作，推动乌拉圭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让中国消费者能吃到更多正宗的乌拉圭美食，同时也帮助乌拉圭拓宽了出口渠道，实现了双赢。除此之外，在能源、矿业、电动汽车等领域，中乌两国也达成了重要合作共识。据悉，乌拉圭工业、能源和矿业部长还特意在访华期间多停留了1天，专门与中国企业代表会面，重点推进电动汽车及充电设备领域的合作，助力乌拉圭实现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要知道，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善，而乌拉圭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双方的合作不仅能帮助乌拉圭提升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水平，也能让中国的电动汽车技术和产品进一步走向拉美市场，拓宽中国汽车的海外布局。值得一提的是，奥尔西这次访华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作为2026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他的来访凸显了拉美国家强化外交自主、推进国际合作多元化的决心。在当前美国对拉美实行唐罗主义，试图干涉地区事务的背景下，乌拉圭主动与中国深化合作，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拉美国家有权利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他国内政。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